如果你住在东南亚，每天生活一定会用到的 App 是什么呢？你是否知道这些公司呢到底是如何创立的呢？今天这一集带各位来了解在东南亚最具有代表性的新创公司。Hello， 大家好，我是 Kyl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个平台专门是为一些不想花太多时间读完一本书的人而设计的。那我每个月会分享一本好书。那如果你喜欢的话，那请再多多订阅、分享及支持。好，那今天要分享的书在这边东南亚独角兽大商机。那为什么我会想讲这本书呢？其实我本身自己就住在越南胡志明市，那其实每天都可以看到呢这些新创公司在外面做生意打比方说是 Grab 啊、Shopee 啦，或是 GoJet。那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公司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说希望透过这本书呢，能让各位来了解说这些东南亚的新创公司到底如何在这边发展。那首先呢，我先来讲一下看完这本书的心得。其实我看完这本书我觉得说这些新创公司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是为了解决市场上的问题跟需求，所以他们才出来创业的。那你如果说你想要在东南亚创业的话呢，其实或是做电商，其实你必须要有的一个独特的法则就是弹性化的工作方式怎么说呢？因为东南亚其实它的挑战是非常多的因为打比方说可能交通上面的问题啊，或者是语言的不同，然后还有文化上的差异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你的挑战。那再加上呢，因为在东南亚很多的交通基础建设呢，很多都还不是很完善跟我们以开发国家比起来，是真的是有一个差距啦所以说要过来这边做生意的人，一定务必要好好的去多思考一些事情。好，那这些新创公司呢，其实在这边发展呢，他们其实都有一定的地位是因为其实这些新创公司都贡献蛮多经济给这些东南亚各国的政府。那因为也就是这样子呢，有了这些新创公司，然后才让全世界可以慢慢的看到说东南亚的国家正在发展这样子。好，那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第一个最有名的就是Grab。我想Grab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了只要来到东南亚，我想一定都会用得到它其实 Grab 它是在2011年的时候，就7月的时候成立的，它是由2位马来西亚人所创立的分别是陈炳耀先生跟陈慧莲小姐那其实Grab 一开始它不叫 Grab 它叫 MyTaxi 这个名字这还蛮有趣的那Grab 其实在东南亚它有一个称号就是 Super App 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只要用 Grab 这个 App 呢，你就可以就是比如说你要叫计程车，或是说你要叫摩托车的计程车，那还有说你想要寄东西或是送东西送货，你都可以透过这个 Grab 那甚至呢，你比如说你肚子饿了，我想要叫外卖那也可以透过这个 Grab 这个 APP 呢来帮你完成。所以说它几乎是涵盖你的生活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真的很方便，实在太强大了那其实 Grab 为什么能这么成功，是因为呢，它其实有一个核心的战略，就是它有一个大数据的完整的地图。一般来讲，在东南亚你要收集到这么完整的地图资讯呢，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说，其实，在 Grab 在这个部分，它下了很多功夫。那因为也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它让这个消费者也可以更精准的定位，然后去使用这些服务这个也是 Grab 的一个很主要的优势那其实另外一个关键呢 ，Grab 为什么会这么成功？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在于说 ，Grab 因为呢，陈炳耀先生他对日本文化就是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所以说其实他们创立 Grab
开始到美国股票上市之前，这10年之内呢，其实有一个天使投资人出来了，哦，就是日本软银的孙正义先生。哦，孙正义先生其实在这个10年之内呢，他投了大概620亿美金哦给这个 Grab。所以也就让这个 Grab 在这10年之内呢，拥有这样的资金，然后去拓展它的业务跟它的市场。哦，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哦，因为要遇到一个天使投资人，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哦，这个也是要有一点机运啊哦。好，第2章我们来讲一下，在东南亚有号称Amazon的一个公司哦，叫做东海集团哦 ，C 集团哦。其实东海集团呢，它是由一个出生于中国的李晓东先生而创立的。但是李晓东他最后呢，他入籍新加坡这样子。哦，那其实一开始哦，这个李晓东呢，与他2位同学呢，就是在2009年5月的时候创立了叫做 Garena 这个游戏公司。哦，但是他们在2017年就把这个名字改成叫 C 集团。哦。那其实 C 集团呢，它东海集团里面有3大事业体，第一大事业体就是游戏哦，第2大事业体就是电子商务，就是网购平台，第3个就是金融。哦，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Garena， 就是游戏的事业体。游戏呢，其实游戏事业体 Garena， 它在2017年的时候推出来的一个游戏 Free Fire， 我要活下去哦，这个游戏呢一炮而红。因为呢，当时哦，它呢一推出来，就是因为它是免费的，然后呢，它每一回合它其实只要10到15分钟就可以结束一个回合，所以当时呢，很多的玩家呢，就是冲着这个免费，然后又很短的时间内可以玩完一回，所以说对他们来讲，他们就很吸引他们去玩，所以当时它一推出来以后就非常有名哦。那再加上呢，背后还有一个推手是中国的腾讯哦，中国腾讯其实是在 Garena 这个事业体里面是第1大股东哦，所以说 C 集团它拥有这样的强大的后盾哦，所以说它在推游戏的时候就很快。那当然然后 Free Fire 只是其中一个游戏而已，它后续它推出还有很多游戏。那打比方说现在很有名的 Arena of the Valor 传说对决哦，这个也是全世界都很疯的一个游戏哦，大家可以去玩玩看哦。好，那第2大事业体呢，就是网购平台啦，然后电子商务，也就是所谓的虾皮。其实哦，很多人都不知道虾皮就是李晓东创立的哦，那也不知道是 C 集团，只知道是虾皮哦。其实虾皮哦，它是在2015年6月、7月左右创立的哦。那其实虾皮的特色就是说，它设定了很低的门槛，让卖家都可以进来，然后呢，消费者他也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去找很多商品，然后并且呢，他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购买，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呢，成功的打入全世界哦，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关键哦。那另外一个关键呢，其实虾皮它还有一点是说，它针对手机用户的界面呢，有下过很多的功夫去做开发。因为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电子商务平台哦，你去使用它的手机界面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好用哦，就是不是很顺哦。那在虾皮的界面来讲，是真的是很容易让人家上手，很好操作，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它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是变成那么多用户在用哦，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卖点啊。好，那第3章我们来讲一下印尼哦，印尼的新创公司有一个叫做 GoTo 集团哦，但是 GoTo 集团它其实底下有分2个公司哦，就是说它是由 Gojek 跟 Tokopedia 一起合起来的。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Gojek。其实 Gojek 哦，它的创办人叫做Nadine Makarin 哦，这个人呢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他其实这个创办人哦是跟 Grab 是好朋友。那其实他们各自的创立了所谓的这种交通服务的这个事业哦，其实就是2个其实是很像的哦。那只是说 Gojek 它是比较注重在印尼的市场哦。
那GoJet 其实创立之后呢，其实它因为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给印尼当地人，那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所以说，其实这个GoJet呢，在当地呢是非常受到当地人的支持那因为也就是这样子呢，就是 GoJet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说连政府呢也看在眼里。那政府它就是到最后呢，其实就直接跟 GoJet 的创办人说，要不然这样，你过来从事政治，我让你来做那个教育文化部长，这个是还蛮特别的那这个GoJet 的创办人当时呢，其实也是想了很久。那也就是说，后来他就决定了离开GoJet，然后去从政其实 GoJet 的创办人他会离开 GoJet 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说如果可以跟政府一起合作的话呢，可以让 GoJet 的事业版图可以做得更大这个是他的主要的想法那这个在一般的那个新创公司是看不太到，做到政府拉拢他去从事政治，这个真的很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另外一个，就是印尼的购物平台电子商务 Tokopedia。它其实也是由一名印尼人威廉塔努维贾雅创立的那其实这个 Tokopedia 呢，它能够成功呢，其实也是因为呢，它有自己的电子支付系统，然后呢，它拥有了 GoJet 的资源，然后也跟 Grab 有合作。那最重要的是在于说，它在印尼这个岛屿呢，其实印尼大家也知道有这么多，有17000个岛屿它在这么多岛屿里面呢，到处去设立仓库这也就是它有办法在印尼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呢，然后去做出它的市场。所以说，你常常在东南亚，你有时候真的会看到说，很多送货司机他为了要送一个商品到那个地方。那他就是会从这个岛屿，然后坐船或坐飞机到另外一个岛屿这个在台湾是看不到的但是这个在东南亚是蛮常见的这个还蛮好玩的好，那今天呢，其实跟大家分享了东南亚新创公司3大集团Grab C 集团 GoTo 集团那我想大家收获应该也很多。但是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没办法再讲太多了那其实这本书后面其实都在讲一些新加坡政府对于 startup 的公司的一些计划跟发展，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有稍微讲一下。所以说，如果说你对新创公司有兴趣的人，真的很推荐大家来看。好，那反观来看呢，台湾的新创公司又是如何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好，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人呢，请再多多订阅、分享加支持咯。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就是在下面留言给我，那我们可以一起互相交流那我们就下本书见喽，拜拜。